1731年爆发了清代台湾史上最大的熟番原住民动乱，史称番变。这场叛乱横跨今天彰化、台中、苗栗与南投等4县市，规模空前，大量汉人被杀害，数以万计的人携家带眷逃到南边的诸罗县，约莫是今天的云嘉地区。如上一期视频所说，这场叛乱的主要根源在于雍正朝廷在1720年代所启动的新改革。这个改革实际上是雍正针对整个帝国财政、地方治理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这个改革最终使得原本名义上属于熟番，但实际上掌握在汉人拓殖者手中的田地，就地合法为汉人的土地，直接引起了中部地区50多社的熟番部落的联合叛乱。即使番变很快被帝国远征军给平定下来，但重新调整台湾地方的族群冲突已成为清帝国迫在眉睫的问题。1736年，雍正帝去世，新的皇帝上台，乾隆朝政府决定再次回到康熙时期的族群隔离模式。但17世纪末的情况与18世纪中叶的差别可说是南辕北辙了。18世纪中叶的现实是，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地区的汉人拓殖集团已经在台湾西部建立起强大的殖民基业，很难再套用17世纪末的政策了。面对如此的态势，乾隆政府研拟出新的族群隔离方针，用以制衡汉人的扩张。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18世纪中叶所推出的3层制族群空间制度的出现与动荡。在汉人殖民扩张加剧的情形之下，乾隆朝的官员开始研拟新的治台政策。新政策有2项重要指导原则：一是不能再回去雍正朝的开放番地路线，因为这只会导致熟番势力更彻底被削弱；二是必须要维持一个强大的熟番部落，用以制衡汉人的扩张，同时也能规范番界外的生番进入平原。而这个新的治台政策，就是学者所称的3层制族群分布制度。1744年，北京派遣福建布政使高山与巡台御史的67到台湾视察，首要之务便是清查汉番土地。视察结束以后，高山上奏乾隆帝，其中第1条便是建议必须永远禁止汉人开垦番地。但问题是该如何禁止？高山观察到，熟番与汉人交接往来，但又不擅长耕种，总是雇佣汉人做佃农，让汉人承包田地耕种事宜，于是才会有了贪利的奸民越界侵占番地之事，争讼不休。生番则是住在深山的洞穴中，采捕为业，天性爱好强杀，一遇到汉民跨出番界，抽藤掉路或私垦界外草荒，立刻残忍杀害，截去头颅。现在的问题是，台湾的汉人生齿日繁，而番地还有很多空间。有些人主张番地摆在那里荒废了，不如让汉人佃垦，变成他们生聚的资本。我认为此举万不可行。原住民只有有限的土地，应付不了汉人无厌之心，得尺得寸，一边耕种一边侵略，不只是番人与汉民争土地，也是让汉民之间互相争土地。不只是在台湾的汉民之间的争夺，也会变成内地的汉民跑来与台湾的汉民争土地。什么意思？高山在这篇奏折中指出了当时台湾的3大族群：一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二是熟番，三是没有规划大庆的生番。当时的问题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涌进台湾岛，开始与原住民争夺土地。高山认为，绝对不能容许汉人开垦番地，尤其是熟番的土地，因为汉人抢夺土地的欲望是个无底洞，无厌之心。如果在台湾的汉人真的合法夺走原住民土地，只会造成更多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前来争夺土地，结果只能是台湾社会永不安宁。高山的报告与我们上一集的观察大体一样，但官员毕竟不是学者，学者指出问题、分析问题就可以，能不能解决问题也无所谓。但对于官员的要求不一样，一位称职的官员必须要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而高山提出什么解决方案给北京呢？高山建议朝廷重新布置汉人、熟番、生番等3大族群的生存空间，划清界限，以达到隔离安定的终极目标。高山称，内部的山区皆是生番所居，界外的平埔区系熟番汉人零星散居的状态。高山主张，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分布状态，重新布置不同族群的空间。因而他说，让地方官遴选吏员去记录下现行原住民头目所指出的县管分界之地，记录成表，划清界限，让生番住在内，汉人住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清界以后，汉人不准再越界深入山区，生番也不允许进入界内平地，则彼此相互不接触，断绝来往，自然就不会生性之事。
或许纯看文字，我们难以想象高山的方案的具体样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学者柯志明针对高山建议所画出的3层制示意图。红色线是藩界，藩界以西是汉人殖民社会，藩界以东则是界外平埔地，由熟番部落植根，再往东则是中央山脉群，剩番居住期间。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能感同身受，没有人喜欢被随便移居，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这个分布制度之所以可行，其中的基础在于，原本与汉民杂居在西部平原的熟番部落，他们的领地已被瓜分的差不多了，再加上经历过1730年代初期的番变以后，熟番的人口与军事力量更是被大幅削弱。只有在这个社会现实的条件之下，熟番会愿意配合帝国的政策，移居到界外平埔。但你也许能想到，如果这个3层制制度真要落实，熟番的力量是必要条件，没有熟番，这个制度完全无法执行。因此，帝国政府必须一改17世纪末以来对熟番的消极不管理的政策方向，政府必须要控制熟番才行。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份奏折中看到高山认真考虑帝国如何在熟番区建立控制机制，也就是仿照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所以这里继续说到，曾建议之后，台湾地方的部落头目原照川、广、苗、江土司之惯例，令地方官从各部落头目中选拔老成、诚实、才具明干者数人，呈报督府与巡台御史共同验看，再向朝廷汇奏请旨，由中央政府颁发土司职衔，酌量给予顶戴，命令他们各管各社原住民，统辖剩番，凡有原住民争夺强杀之时，移交给土司分别惩治捉拿。换句话说，在高山的设想中，以土司制度为基础的熟番势力将不只管理归顺大清的熟番番社，同时也要管居住在番界以外的剩番。乾隆政府对于高山的建议表示肯定，开启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有2项最为急迫的事情，清政府必须去执行。一是让在界内被汉人殖民者打趴的熟番进入到番界边上，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起垦殖据点，以重建一个强大的熟番力量。2是彻底划清界限，于是才有了所谓的番界图。1746年，满洲人卡尔吉善就任闽浙总督，在这个位置上任职长达11年之久，直到1757年去世。我们可以想象，卡尔吉善任内对台湾的治理，尤其是3层空间政策的落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1747年，卡尔吉善刚到任即上奏北京，也就是奏呈筹办台番事宜2条，指出了新的番界政策的重点方向，即如果不妥善处理生番地界，奸徒就要侵犯。2是熟番地图应该要禁止汉人豪族诱骗。卡尔吉善强调，熟番与汉人杂处久了，很难分辨谁是谁。过去有发生争执之处，大半是因为熟番被汉人豪族诱骗了。于是闽浙总督卡尔吉善一上台，首先整顿台湾的汉人豪族，第一个开刀的是曾随大清军队来台征伐朱一贵的漳州籍军人兰廷珍的家族。如果大家今天到台中玩，不妨去看一看市区的万春宫妈祖庙。这座庙的建立就是与兰廷珍家族在台湾中部搞殖民拓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当时兰家的垦号叫做兰章兴，所以万春妈祖庙又有一别名，那就是兰兴妈祖，因为这里就是漳州籍兰家拓殖集团拓垦台中盆地南缘的最前线。在朱一贵事变爆发的1721年，当时的福建省总兵兰廷珍从福建梅州的天后宫迎来了妈祖。朱一贵事件平定以后，兰家将梅州妈祖请到了台湾中部。这些殖民者不只带来了武装拓垦，还迎来了闽南地区的神。搭配私兵与妈祖信仰，兰家成为台湾中部最大的豪族之一。而新光上任的卡尔吉善，为了推动新的番界体制，不得不拿兰家的兰章兴垦号开刀。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地，这里便是兰家 AKA 兰章兴垦号所占的地盘。在那个时间点，兰廷珍的侄子兰日仁留在台湾，管理家族庞大的拓殖事业。1745年，兰家的武装势力越过番界，来到南边的詹厝园和大姑婆地方开垦。从这张地图可以很明显的注意到，这是妥当当的侵犯原住民的领地。1749年，卡尔吉善惩治兰家私垦的土地，将兰日仁以及一批受贿的台湾地方官员抓起来，拆毁兰家在界
界外的民社驱逐武装佃农。以这起事件为分界点，民社总督卡尔吉善大力整治汉人殖民豪强，同时划清藩界，希望有效推动三层制族群分布空间的构想。也是在卡尔吉善任内，帝国督导孱弱的收藩势力进入汉人与生藩之间的平埔地带，大清帝国铁了心的要在台湾岛上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收藩军事力量。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一下卡尔吉善的奏折，这里有一段显示了这位满洲大官对于三层制空间体制的理解。先前有朱一贵、吴福生等聚众为匪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扑灭，就因为内有生藩，遇人就杀，所以汉人匪众不敢进入。所以可以说，生藩是台湾地方的外卫。倘若任由汉人侵垦，不划疆界，未来汉人的田庄一个个建立起来，生藩的土地都成了汉地，一堆习惯犯法的亡命之徒都潜入其中，就好像逃到冤手里面一样，追也追不到。那么生藩这一外卫就不再存在，这实在不是安稳台湾的好策略。什么意思？在卡尔吉善眼里，生藩地是界外的保护圈，收藩则是界内的援助，防卫的是谁？汉人。有些人或许会质疑史料中从未出现过防范汉人4个字，所以会比较天真的主张18世纪满清的制台策略不是为了防范汉人。我只能说，防范汉人当然是后世历史学家所诠释归纳出来的概念。你当然在原始史料中看不到一样的文字，就跟中国中古史的关陇集团也从来不存在于汉文史料中。但这是往后历史学家分析归纳出来的结果，认为当时的中古时代有一批以关陇地区为核心的政治精英集团，这是历史学分析的结果。是不是正确，可以透过史料证据去做讨论，但不能只是因为个人不喜欢，所以就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清代台湾的治理不能与当时的北边与西北的边疆治理相提并论，毕竟主事的机构就已经不同了。蒙古、新疆到西藏地方都是归理藩院管辖，台湾则是由行政体制下面的福建省管理，两者情况不可以简单而论。而台湾岛又隔了台湾海峡，又是明郑集团的前根据地，北京确实是对于治理台湾的汉人比起其他地区还要特别小心，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现，否则这是没什么好辩论的历史事实。而影片中一直反复提到的藩界线，正是为了防范汉人，尤其是与明郑同乡的闽南汉人而出台的治理体制。但你可能会好奇，这类藩界能不能理解为今天的国界的概念，区别了国内与国外？我认为是不行的。这类藩界顶多只能被理解为防止动乱而划分了族群的疆界，用来区别族群生活空间，而不是今天受西方列国体制下的国界。如果你还记得我在过去一支影片中提及18世纪初出版的《康熙皇语全览图》上，台湾之所以被划成一半，是出于成本考量，帝国无心直接控制原住民部落，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到台湾内山区做地理测绘。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乾隆朝的内府语图中，台湾仍然被划成一半，而这可能就不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了。我们来一起实际比较一下康熙与乾隆语图。各位可能无论用手机或电脑看这期影片都没办法看得很清楚，但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其实这2份地图包含雍正朝的皇语全览图，都可以直接在网络免费看到高清版本，连结我贴在影片的描述栏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来瞧瞧。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乾隆与康熙语图中，关于台湾的部分最大的差别是地名的数量，尤其是关于山区的部分被标记了更多地名，甚至可以在乾隆时期的地图上见到今天宜兰地区的2个地名。地名的出现不代表原住民不曾有过相应的地名称呼，而是汉人殖民者对于台湾内山特定的叫法得到了帝国的同意，因而被画上了地图。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像前面提到过的子线图的话，能很快就发现，其实很多地名早就有，问题只是中央政府不愿意划进去皇语全览图中。例如，我们来看一下乾隆藩界图中关于今天大甲地区的部分，这3处大甲社、房里社、猫鱼社也都能在乾隆内府语图中找到，但内府语图的版本中却见不到中部地区山区的地名。我们来看一下乾隆藩界图中大甲地区的内山，你可以发现有大量的土地被标为勤垦，包含这里的东势角，还有今天南投埔里的阿里史，一路到这里的火焰三角乃至碗里坑一带，皆标有汉人勤垦的说明。这表明清帝国是有内山的地理信息，但为什么在内府语图中却一字不提呢？
有的人或许会说，这并不是有地名就要写上去，毕竟地图空间是有限的，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问题是，乾隆内府舆图虽然增加了几处地名，但增加的数量比起他们实际掌握的地理信息而言，显得非常的少。要知道，台湾中部大甲地区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不久前还曾发生过收藩叛乱，完全有理由在新的帝国舆图中标记出来。但为什么清廷不愿意标记呢？我推测这是清廷故意的留白，而这个留白有2个重要的含义：一是清廷仍然坚持康熙年间设定的藩界，藩界以内归大清直接管辖，藩界以外不管。2是这个对于台湾内山地区的留白，也是乾隆政府的新藩界政策的一环。清廷有计划性的不去直接控制界外的生藩地，目的就是要让生藩成为防止汉人扩张的帝国外围。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事实上，乾隆一朝划定了不只是一次的藩界。据史料记载，1750年福建先划出红线图，1760年再度更新，上成蓝线图。又过了20多年，到了1784年又更新了一次，视为直线图，也就是中研院台史所出版的直线藩界。第4次重定则是1790年的绿线图。我们来看一下，也是由学者柯志明提供的地图，这是根据红蓝直线图画出来的 GIS 地图版本。之所以没有包含1790年的绿线图的原因是，档案中明确指出了绿线图的存在，但学界至今没有找到这一版本的藩界图。我们稍微看一下之前1730年代收藩叛乱的中部地区，应该可以很快就发现一个模式，那就是从红线到蓝线再到紫线，藩界是一直在往中央山脉推进的。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山所设想的3层制架构，藩界往内推，意味着汉民的空间在扩大，连带的收藩与生藩的空间在缩小。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每一次藩界的更新都是原3层空间制度的失败，因为它无力真正将汉人锁在界内，因而新的藩界不断向原住民部落，尤其是收藩的空间侵蚀。那么，为什么乾隆中期的治台政策还是失败了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所谓的3层制族群空间体制的重点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收藩。事实上，乾隆中期以后，收藩势力也得到了莫大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负责防守汉人扩张到界外，也管理生藩在边界上的事务。然而，政治与军事特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压力。我们都知道，乾隆朝的3层制族群空间体制建立以后的30多年，也就是1786年，爆发了清代台湾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叛乱，也就是林爽文事变。而林家的根据地大理驿就妥妥的坐落于藩界之上。林爽文事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叛乱规模，正是因为林家的拓垦武装势力早就蔓延到了藩界之外，在界外建立起了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卡尔吉善与清廷用心打造的3层族群空间体制，最终还是抵挡不了汉人的侵垦行为，以至于在18世纪末叶爆发了清代前所未有的动乱呢？下一期我们一同来探讨台湾藩界体制的崩溃与重建，敬请期待。